纳兰嫣然的确是为了云云的事儿来找萧炎的。当年他们来到中州不久就加入了花宗，一是为了在尚不熟悉的地方有所依托，二是因为云云喜欢那里的气氛，而且花宗十分低调，只招收女人。云云作为客卿长老本来是很惬意的，却在一次闲逛中遇到了一位双腿瘫痪的老婆婆。老婆婆毫无斗气，而且脾气很不好，云云却凭着善心和自己的好脾气成功拿下了她。不曾想该婆婆竟是实力达到斗尊巅峰层次的超级强者。之前云云为她检查身体时，她用特殊手段隐藏起了斗气，临终前她突然将毕生斗气都封印进云云体内，还将玉牌丢给了云云，让其当花宗宗主。云云对当宗主没什么兴趣，安葬了老婆婆就又过起了隐居生活。但花宗的现任代宗主却不愿放过云云这个安全隐患，在第一次从云云这里要走宗主玉牌后，竟第二次找上门来要婆婆留下来的毕生修为。封印已经融入云云体内，若要强行取出，必伤云云性命。因为婆婆临终前做了些安排，那代宗主不敢强取云云性命，于是他欲与云云定下比试的赌约。本来比试是没什么的，代宗主那4星斗尊的实力，云云也不是不敌，但花宗有个奇怪的规定，那就是男女2人可以同时迎敌。那代宗主的队友妖花邪君可是6星斗尊啊！云云不知道是怎么想的，竟然答应了比试。现距离比试仅剩半个月了，纳兰嫣然也是没有办法了，才找了过来。萧炎听完这前因后果，虽然很气云云无脑答应比试的行为，但还是火急火燎地拽着青灵和纳兰嫣然就准备走。为什么是青灵呢？因为天火尊者与小医仙都在闭关，萧炎现在的实力遇见7星斗尊顺利脱身不成问题，而青灵虽说只是1星斗尊，却也有着越阶战6星斗尊的实力。再说了，天火尊者与小医仙留下，也方便药老为其2人提高实力嘛。没错，药老有办法让天火尊者重回巅峰，也有手段彻底激发小医仙的恶男毒体。萧炎临走前，药老现身丢了一枚空间玉简给萧炎，没错，正是九天尊召唤老八用的那一种。到底是自己机遇大危险也大的唯一弟子啊，跟半个儿子也没啥区别了。药尘又密语叮嘱完萧炎，如有机会救助云云登上宗主之位后，就目送萧炎一行人离开了。殊不知萧炎最后虽点头应了，内心却是狂刷弹幕。云岚宗一事之后，谁知道他还会不会乐意做那花宗之主。几人以一位九幽地冥蟒族强者的本体为坐骑，很快就赶到了花宗。期间萧炎也将古灵冷火之内的抗拒性给彻底的炼化了去。花宗之内，云云正与那代宗主及其队友对峙，那锦袍女正臭不要脸的为自己以多欺少的行为证明之时，其队友正目光火热的盯着云云那动人的娇躯。锦袍女察觉到的时候，那叫一个火大，尖着声就让所谓的妖郎同他一起出手对付云云。就在此时，一道身影突然窜出，随后一把抓住云云的手，用极其肉麻的语调说道：“小韵儿，我没来晚吧？”云云的脸瞬间爆红，围观的人看着这突然出现的男子，有些不明所以。毕竟这么多年了，从未见过云云同哪个男子亲近过呀。你怎么来了？云云低声道。你有难，我总不能袖手旁观吧？萧炎柔声的道。云云愣了一会儿后喃喃道：“是嫣然。”随后红着脸将手从萧炎掌中挣脱了出来，略微有些责备的道：“这里是花宗，你怎么还是这么莽撞的乱来？”萧炎却是直勾勾的盯着云云道：“躲了我这么多年，也该躲够了吧？”云云正想说话，一个大灯泡突然出声道：“来者何人？报上名来，竟敢擅闯我花宗！”萧炎看了看对面的一男一女，漫不经心的道：“你可以把我当成是云云的伴侣。”锦袍女一听这话，像是抓到了云云好大一个把柄一样的，立马出声讽刺云云表里不一。说好的没有伴侣呢？语毕又装大度的补充表示，云云的伴侣来了也好，那就一起上吧，免得到时候说自己欺负人。但若是败了，云云就得交出老宗主的毕生斗气。云云并不想将萧炎牵扯进花宗的内部纷争，想开口说点什么的时候，萧炎却是站了出来，表示比试没问题，不过这比试的价码得改改，既然是赌，那双方都得有赌本。云云赌上了传承斗气，锦袍女自然也得赌上点什么。锦袍女本来是想耍点花招，奈何萧炎鬼精鬼精的爆出了自家要半圣的名号，导致花宗一老家伙对着锦袍女施压，最终赌注更改为云云输了交出斗气，锦袍女输了宗主之位还给云云。大战开始之际，萧炎对着云云说道：“你退开一些，我来吧。”云云很是诧异，对方可是6星以及4星斗尊，
萧炎却仅仅只是2星，还要以1敌2，不是找死吗？萧炎看着云韵那怀疑的眼神，并没有解释什么，只是坚定地将云韵护在身后，然后说道：你也才刚刚斗尊实力，那传承斗气也未曾炼化，交手的话并不会是他们的对手，放心吧，很快的。云韵看了萧炎好一会儿后，最终是没说什么，选择后退了一步，相信萧炎。萧炎怎么可能辜负他的信任呢？在他后退的一瞬间，他就放出了暗金葵，牵制住了那诡计多端的聒噪女，并在同一时间完成了天火3玄变，随后放出古翼，对上了妖花邪君。拥有古翼的萧炎6妖君那是一套一套的，发现自己根本就追不上萧炎的妖花邪君，气坏了。讽刺药尘只教了萧炎逃跑。众所周知，萧炎一开始放风筝，就意味着他要开始酝酿火莲了。妖花邪君一开始看到萧炎放出4种火焰，只觉得有些奇怪，萧炎体内居然能够同时存在4种异火，并不觉得萧炎有本事给他造成很大的威胁。直到他发现萧炎手里的东西蕴含的能量越来越恐怖，他才开始慌了，想要尽快打断萧炎。然而招式再强，攻击不到目标也是白瞎呀。妖花邪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萧炎彻底融合出火莲，火莲现身的一瞬间，妖花邪君愤怒震惊之余，隐约有种终于能对轰一下了的舒心。愤怒是追不上的憋屈，震惊是萧炎竟能以2星斗尊的实力酝酿出这等杀招。哼，没见识了吧？男主还有大杀招没放呢。妖花邪君为了应对萧炎的火莲，手中硬诀翻飞间就凝出了一将近100丈庞大的巨人，该巨人完全由斗气所凝聚，也是妖花邪君的终极杀招。苍白着脸阴狠地盯着萧炎的妖花邪君，语气森然的道：本尊今日倒是要看看，究竟是你像兔崽子一样逃窜半天方才凝聚而出的火莲厉害，还是本尊这气化天地更胜一筹。花尊的那些长老们一看这2人的架势，十分明智的选择架起防护罩。火莲与巨人对撞的一瞬间，先是一阵寂静，随后席卷天地的火焰风暴直接卷上了巨人的身体，巨人慢慢变得虚幻，最终还是爆开了。那妖花邪君在巨人爆开的一瞬间，就是一口老血喷出，随后身形急退，生怕那蕴含着毁灭力道的火浪波及到自己。众多花宗长老架起的防护罩倒是抵挡住了巨人爆炸时产生的冲击波，只是毁灭火浪波及过来时，斗气防御罩却是撑不住了。眼看着广场周围的那些花宗弟子要凉，花宗的大长老终于是出手了，袖袍挥动间就平息了火浪。萧炎，你是想将我花宗毁了吗？天空上那名突然现身的白发老妪望向远处的萧炎，有些无奈的道。萧炎有些尴尬的拱了拱手，表示情非得已，还望莫怪。随后将目光定在了那聒噪女花锦的身上，花锦一副见了鬼的模样，不敢直视萧炎，萧炎却是直接又放出了一火，吓得花锦赶忙认输。此时从远处回来，嘴角还挂着血迹的妖花邪君没敢吭声，6星干不过2星，很丢脸的好不？勿 Q。萧炎白着脸转头冲着云韵笑道：幸不辱命，自己才没有本事连续施展2次毁灭火莲呢，瞧给那聒噪女吓的，哈哈哈。云韵看着萧炎张了张嘴后嗔道：还是这么喜欢逞强，语气之中却蕴含着一种另类的欢喜。突然被塞了一嘴狗粮的大长老随后点名花锦将宗主玉牌交给云韵，花锦虽然很不甘心，但还是要脸的。云韵盯着面前的玉牌却是有些犹豫，毕竟云韵看了看萧炎，萧炎尴尬的抠了抠头道：都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还记着这些事儿？当初的事没有谁对谁错，我固然灭了云岚宗，可云岚宗也令得萧家损失惨重，我知道这不关你的事，但有些事总得有交代啊。云韵听到这话，红着眼咬着牙，就是一转头说道：我才不知道那些大道理呢。不要试图跟女人讲道理，特别是她很生气的时候。萧炎到底是跟云韵同居过一段时间的，十分了解云韵的性子，换了个角度，用花宗的安定以及花婆婆的期望来说服云韵，被精准拿捏的云韵妥协了。不过她也有自己的小倔强，表示自己只是暂代，若是日后有更合适的人选，大长老同她说便是。大长老连忙表示自己相信老宗主的眼光。聒噪女花锦，好家伙，全当我不存在是吧？花锦不愿让云韵安安稳稳的当宗主，立马表示自己多年经营，才让天明宗与花宗有联手之势，如今宗主一换，妖郎也被打伤了，恐怕不仅联手之事得告吹，天明宗或许也不会善罢甘休。萧炎一听这话，立马怼道：与虎为伴，终遭虎食。
以天明宗的行事风格，若是两宗联手，花宗恐怕迟早得成为天明宗的另一处分宗。萧炎，你少胡说八道！花锦怒吼道。萧炎没搭理他，自顾自地接着说道：若是大长老不嫌弃的话，日后我星陨阁或许能够成为花宗的一个可靠盟友。大长老一听这话，还有什么可犹豫的？要办胜诶，自然是选他。妖花邪君见自家宗门就这么被放弃了，脸色非常的难看，咬着牙表示：大长老，你可不要后悔。其实内心丢人就算了，宗门交代的大事也没办成，回去可怎么交差哟？大长老眼神都没给妖花邪君一个，摆了摆手道：这便不劳你费心了。潜台词管得真多，拜拜了您嘞！自讨没趣的妖花邪君更气了，怒瞪了萧炎一眼后就火速离开了。花锦也没跟上，只是自觉没脸的转身跑到山峰下面去了。白发老妪见着两人离去，目光缓缓扫过全场，随后宣布：云韵从今以后就是花宗的宗主了，其命令如有不从者，门规伺候。花宗的弟子们连忙跪伏而下，躬声道：见过宗主。萧炎也在此时凑起了热闹道：恭喜了云韵宗主。云韵赏了萧炎一个大白眼以后，悠悠地感叹道：真是个冤家呀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给牛奶点个赞吧，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